有10年左右的历史了哈。但是呢，我每一次的音乐会还是要分享一点这首歌的信息，因为对我个人对泥土音乐的服侍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哈。这首歌讲到耶稣对我们的好，实在是一个超乎理性的好啊，所以我的这个歌名叫做《为何对我这么好》，因为是没有答案的哈。因为我常常在想说，我是一个这么不好的人，我有这么多的缺点，但是为什么耶稣要这么爱我啊？我想到耶稣会听我的祷告，我想到他会愿意，他是神，但是他却愿意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哈。所以我们今天庆祝圣诞节，就是庆祝耶稣的诞生呢。在2015年前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我们来的哈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，我们都有罪。那么因着耶稣来了，而且他来了，不但是为我们降生，他还为我们受死，他为我们的罪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流血舍命来赦免我们的罪。每次我想到这样的一份恩典，我就测不透哈，因为我觉得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哈，真的是没有答案的。因为这份爱，就是耶稣的爱，是超越我们人所能够完全明白的，是比山高比海深的。所以当我们要来明白认识这份爱的时候，不能完全用头脑哈，不要用大头脑，要用我们的心灵啊。所以为什么要信，要相信，你就能够得到这份恩典哈。那么我想到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，我心中就只有充满了感恩哈。所以我们泥土音乐成立了，就是因为我们要回应这份恩典。所以我们的团员呢，大家都是把工作以外的这个请假的时间哈拿出来，我们愿意到世界各地去，有机会我们就用这些音乐来传扬这份爱哈。那么也是感谢神，我们过去这个10年左右呢，我们办了差不多400场的音乐布道会哈。那么神在世界各地开了许多的门我觉得我们这个泥土哈，为什么叫泥土呢？因为圣经上有一段经文，他说神是窑匠或者是陶匠，是弄泥的那个捏泥土的那个陶匠哈。那我们呢？圣经上说我们就好像是一块什么泥土哈，说神是窑匠，我们是泥土。这是圣经上说的哈。那泥土跟窑匠是什么关系呢？就是泥土是没有主权的哈，窑匠来决定要怎么样来捏这一块泥土，他可以决定把它捏成一个盘子，他可以决定把它捏成一个碗哈。这个泥土自己虽然不知道会变成什么，但是我当时的一个祷告就是说，神啊，因为我也不是学音乐的哈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写了这么多的歌，神给我很多的灵感，所以我说神啊，既然我是泥土啊，我们是泥土音乐，所以你就按着你的心意来使用我啊。虽然我不知道你要怎么样用我，但是呢，你知道啊，就求你按着你的心意来使用。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呢，很感谢神哈，我们的服事也没什么重担啊，所以神在哪里开门，我们就去哪里服事，也就这样子走过了过去的这个10年哈。那我想跟你们分享这个泥土的心态呢，就是说，其实我们每个人呢，在神的手中都像一块泥土一样哈，因为我们可以去做计划，我们可以去努力，但是往往最后的结果并不一定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中，你们说是吗？是哈，所以明天其实并不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哈，但是感谢神，就是神知道我们的未来哈，这位全知全能的神，我们的生命气息是他所赐的，他对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计划。所以一个最蒙福的人，一个最聪明的人啊，就是早早的来把生命的主权交在这位爱我们的主耶稣手中啊，让他来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。那你会发现哇，你的人生很轻省哈，没有重担，因为你知道他是你的主，他会帮助你哈。那么我们每一场音乐会呢，我都感受到神的同在，也看见神的恩典啊。那么每一首歌呢，对我来讲哈，我现在写了大概有差不多80首歌了，实在是超过我的想象哈。那么每一首歌背后都有恩典，主的恩典的记号啊。那么我相信每个人的生命当中，如果我们去数算的话，今天你能够坐在这里，一定都有许多主恩典的记号，只是我们有没有用信心来 acknowledge 这一件事情哈。那么所以下面要跟你们分享的这首歌叫做《恩典的记号》，我希望大家听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思想，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也有许多恩典的记号。站在大海边
宇宙中，我真的微不足道，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。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，轻声告诉我，一切它都看见了。我所有挣扎，所有软弱和跌倒，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。当我呼求，耶稣听见我的祷告，千万人中，他尽关心我的需要。走过的路，要欢笑，要泪水，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。在风雨中，耶稣将我紧紧拥抱，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。走过的路，要欢笑，要泪水，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。站在大海边，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；登上最高山，才发现天有多高。浩瀚的宇宙中，我真的微不足道，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。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，轻声告
起来做一个祷告好吗？如果你没有祷告过，没有关系哈，我来带你们。祷告就是对神说话。其实神什么都知道，我们不说他也都知道，因为他是全知的神哈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就来用一个祷告来向神献上感恩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谢谢你这么爱我们每一个人。主啊，你爱我们，爱到为我们降生，又为我们受死。主啊，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，永不改变。主啊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位都是你所爱的。主啊，或许我们还不认识你，但是你早已经爱了我们。主啊，今天我们或许带着不同的心情坐在这里，或许我们生命当中有不同的需要，或许别人都不知道的，但是主你都晓得。主啊，今天就求你帮助我们，既然来了，我们的人在这里，我们的心也可以专心在这里。主啊，因为我知道今天你要透过这些歌曲，透过我们分享的生命的故事，主你要来向这些弟兄姐妹、这样的朋友们来彰显你自己的爱。主啊，就恳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可以向你来敞开。主啊，愿你的爱厚厚的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，来温暖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跟你之间没有任何的拦阻。主啊，但愿今天主，无论我们是带着什么样的需要在你的面前，主你都可以成为我们需要的满足，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，因为你是全能的神。主啊，我们就来仰望你，但愿我们都把担子卸下来给你。主啊，我们可以清神的来领受你今天要从宝座上面赐下来的祝福。我们将今天的音乐会恭敬的从头到末了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来使用我们，来与我们同在，来祝福在这里的每一个人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感谢主，我们相信今天主就在我们当中哈。那么我们要用期待的心来期待今天神的恩典要临到我们的身上啊。那么我们说是音乐会，所以要唱给你们听，但是更重要的不是这个歌曲本身，而是这些信息。所以除了要唱，还要讲给你们听哈。下面就要请你们听今天的第一个见证分享，要把时间交给 Jason， 请你们掌声鼓励他。大家好，我叫 Jason， 我是台湾生的，我大概小学毕业以后就到美国来。那我一直以来，这个我有记忆以来，我都一直知道我有一个目标，我的成功人生的目标就是我要追求成功，我要赚很多的钱，我要享受人生。这一直以来也是我努力的目标。但是在这个追求目标这条路上呢，我的眼睛只看到我，只看到我自己，也只看到我的目标。很幸运的是，我在这条路上，一直都很幸运，不管是帮人家上班，到最后我自己出来做生意。我一直都很顺利，也正因为是这个样子，我的眼睛真的是看不到别人的需要，我只看到我想要的，我只看到我的目标。所以这个在这条路上呢，我真的是专心的去做这件事情，但是这个每次在追求这个目标的时候呢，我忘记我旁边还有人。但我一直做生意，我大概做了7年以后，我们公司一个最大的客人，是 Fortune 100的一个公司。那因为要大幅度的减低它的这个隔年的成本，他就来跟我们讲说，我们要举行一个这个投标，他找了6家这个 mega size、super size 这个亚洲啊、中国最大的工厂，那要来进行一个投标。那我知道这个客人对我的重要性，对我们公司的重要性。假如说这个我们失掉了这个客人，对我们的公司来说会有很大的一笔损失，甚至这个我们公司的生存都是问题。所以在这个前1个月的这个时间呢，我用尽我所有的方式、所有的方法，我找客人、拉关系，我回工厂，每天开会，这个看价钱、看技术。但是呢，我越谈，我心就越凉，因为我知道我看不到一点点赢的机会，看不到一个成功的机会。我在投标之前的那个晚上，我就跟我的同事飞到这个客人指定的这个 hotel， 那准备好明
天这个45分钟的这个竞标。那我那天晚上我就在 hotel， 我心情是非常的沮丧，因为我突然发觉这件事情我做了我所有能够做的这个准备，但是看起来我好像没有不是我想要的那个结果，因为我已经带着一个几乎已经是失败的心情飞到那个地方去。所以那个晚上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因为小孩开始去这个 preschool， 在教Christian 的一个 preschool， 所以呢，我就想起来有一个教会的朋友常常来关心我，那他也一直跟我讲说，这个神呢是真实的，这个神呢是全能的，你把重担交给他，他会来帮你。所以我就想到电影上的情节，我就跪在我的床边，开始了我这个人生的第一次祷告。我就祷告说：神啊，如果你真的这么棒，如果你真的像他们讲这么真实的一个神，那我找不到你，你可不可以来找我？求你到我的生命当中，我愿意相信你。那就求你现在就到我的生命当中，作为我的救主来帮助我。我祷告完了以后呢，我的心情突然就变得很轻松，我心中充满了平安，就好像有一个人跟我讲说 "Don't worry, don't worry"。我觉得我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我的问题了，我交给我的老板，我的大老板，然后他要帮我出面解决这个问题，解决不了是他的事情，他会负责。所以那个晚上呢，我就睡了一个我这个久违的觉，因为我这一个月我睡不着，吃不饱，不想吃了啊。然后这个太太也不美，小孩也不可爱，所以我这个月我过得很辛苦。但是就在那个晚上，就在那个祷告之后，我释放了，因为我发觉我的重担交托了。第二天，我们准备好45分钟，在这45分钟之内呢，我们只知道我们放进去的价钱，不知道别人的价钱，只知道我们的名次。所以呢，在45分钟之内，我们从来没有进入到第5名。45分钟的这个竞标结束，我们是最后1名。但是呢，很奇妙的是，神的平安却没有离开我。我带着一个很轻松的心情回到家，这个我老婆看到我也很惊讶，因为她陪了我前面这1个月，她知道我是什么样子一个那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，所以她也很惊讶，说：“哎，你这一来一回，你的心情的落差怎么这么大？然后听说听你说好像结果也不是那么好。”说那时候糟哥，因为我也没跟他讲，我不好意思跟他讲，说我一个人躲在hotel就跪在床前祷告。那接下来大概是2、3个月就到年底了，那也很明显的看到这个生意递减，然后我可以想象得到这个生意也慢慢的这个 transfer 到我的这个 competitor， 但是我也心情就很轻松，因为我相信这个问题已经交给神。那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也跟他讲说，我承认你在这个世上的主权。如果你这个生意不是我的，我相信你会为我开另外一扇窗，然后为我有一个更好的计划。所以在过年的大概是过年前1个礼拜，我收到他们给我的通知，他说接下来这一年的订单的承诺给我们。只有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价钱是最后1名，所有其他方方面面都比我们公司强的情况之下，不是第1家，不是第2家，是前面6家都有不同的问题，然后客人没有选他，到最后生意是我的。我真的是，我听到的时候我没有跪下来，但是我真的是惊讶，我真的惊叹神的作为，在我承认我自己无能，在我承认我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。他的能力就启动，他的能力就到我的生命当中，成为我需要的那个帮助，赐给我那个时候需要的平安。所以真的很感谢神。除了物质上的他的这样子的祝福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一天晚上，我在hotel，我一个人住在那边，我害怕的时候，